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龔俊李沁的年下戀，真摯情感與粉絲反映。一場溫柔的風，吹散了理智，也吹出了心動的信號。在娛樂圈這個光影交錯的世界裡，有些情感藏得再深，也終會被鏡頭捕捉到一絲溫度。龔俊與李沁這對看似平行的名字，卻在一次又一次的同框中，讓人嗅到了名為心動的味道。解字一出口，年下戀似乎就注定是烈士，然而這一次卻不一樣。龔俊不但沒有回避，反而堂堂正正地將沁姐專屬4個大字印在應援橫幅上，大喇喇地懸掛在橫店劇組門口。那橫幅在陽光下格外耀眼，仿佛在宣告，這不是探班，而是一場真心的告白。雙引號，不少人以為這不過是宣傳期的巧思，可真正懂龔俊的人都知道，他向來不是一個喜歡虛張聲勢的演員。那一刻，他的笑容太真，眼神太亮，就連工作人員都忍不住多看了幾眼。3個月的路透跟拍，我見證了無數的同框，一同用餐，一起排練，共同接受採訪。可最讓我心動的，卻是那次看似平凡的下車瞬間。當天風很大，攝影機晃動着捕捉他們的身影。龔俊剛下車，就用手勢輕輕示意身後的工作人員別拍了。那一剎那，他的神情認真的不像是在拍綜藝，更像是要守護某個不願被打擾的世界。然後他走向李沁，抬手替他撥開額前被風吹亂的碎髮，動作極輕，卻帶着一種篤定的溫柔。那並不是一場預謀好的橋段，而是一種出於本能的關心。鏡頭裡，李沁明顯愣了下，他的耳尖迅速泛紅，一直紅到了口罩邊緣。那種羞赧的反應，不像是演員面對鏡頭的假意，而是一個女人在被喜歡的人輕輕觸碰時，藏也藏不住的心動。粉絲們的彈幕炸開，磕到了，這是真情侶吧？我卻更注意到那一秒，他下意識地轉過頭，逃避了他的眼神。真正心動的人，總是會慌張。節目組似乎也察覺到了這種微妙的氣息。正片裡，他們仍舊保持着禮貌的距離，舉止間克制而得體。但在會員專屬花絮中，那份克制被夜色一點點沖淡。沙漠的夜風拂過帳篷，火光映紅了2張臉。龔俊輕聲問：“你下午不是說想喝熱水嗎？我壺裡還剩半瓶，沒人喝過。”雙引號，李沁沒有立刻回答，他只是伸手拉上帳篷的拉鏈，將那片昏黃的光隔絕在外。幾秒的沉默後，一聲輕到幾乎被風吹散的“嗯”溢出唇角。那一聲“嗯”，仿佛一枚細小的石子，落入觀眾心底的湖面，激起一圈圈溫柔的漣漪。一位業內朋友透露，原始腳本中那場篝火告白的名場面，本屬於馬思純與張晚意，可導演在連夜審稿後，卻突然刪除了那一段，改成了尋找北極星的任務，而主角換成了龔俊與李沁。原因竟出乎意料，那天收工後，龔俊悄悄將2條聖甲蟲項鏈交給道具組，說：“留作紀念吧，或許以後不再來了。”雙引號，這句或許不再來了，被導演聽見後久久無語，最後決定將這句台詞改編進劇本，用來收尾北極星的任務。當鏡頭定格在龔俊的側顏上，那句台詞緩緩落下：“如果我不在了，就看北極星吧。”李沁的眼眶微紅，卻笑着點頭。那一幕後來成了整季節目最打動人心的片段。陳數在化妝間曾笑着感慨：“年輕人談戀愛就像玩撲克牌，名牌出擊，擋都擋不住。”雙引號。節目播出時，這句話被巧妙地消音了。正片裡只留下他那意味深長的一笑，於是觀眾的想象反而更洶湧。有人說，那笑是對2位後輩的祝福。
也有人猜是節目錄製現場早就察覺到他們的曖昧。無論真相如何，這段被剪掉的花絮反而成了最大的佐證，有些情感不說才更讓人動心。數據不會說謊。B 站上一段二創視頻，以龔俊那句"我不想叫你姐了"為標題，在短短2天內播放量突破480萬。彈幕中，觀眾齊刷刷的回復"已經叫老婆了"，最高讚的評論只有8個字："年下不叫姐，心思有點野"，後面跟着無數調侃加身份證號，這年下太會撩了。雙引號，我看着評論笑出聲，手機差點滑落。可笑着笑着，心頭又升起一股柔軟的暖意。原來，觀眾所愛的從來不只是甜蜜的互動，而是那份帶着克制與衝動的"我偏要勉強"，那種不顧世俗、不怕眼光，只想靠近一點點的勇氣。在橫店的一個深夜收工後，李沁接過助理遞來的暖寶寶，助理想幫他撕開外包裝，他卻笑着搖頭："我自己來。"雙引號，那一瞬間，他的語氣輕柔，像怕驚醒夜色。可當暖寶寶遞到他手中時，背面貼着一張不起眼的小便籤："今天風大，別回頭。"雙引號，字跡是龔俊的。由於被機器烘烤，紙張邊緣微微捲曲，像一朵被藏起來的花。李沁的指尖輕輕摩挲着那幾個字，直到車燈閃爍，夜色吞噬他的身影。那一幕模糊又動人，讓人幾乎忘記了呼吸。有人問，這一切究竟是真還是炒作？可我想說，真摯的情感從來不靠解釋。它藏在沁姐專屬的橫幅裡，藏在沙漠夜風的暗聲裡，也藏在那句別回頭的暖寶寶上。也許他們從未公開，也許他們早已心照不宣，可那又怎樣呢？在娛樂圈這個光怪陸離的世界，能有一份不摻雜功利、不為鏡頭存在的溫柔，已經難能可貴。在後續的幾次公開活動中，龔俊與李沁不再並肩站在 C 位，但無論台上還是後台，總會出現一些微妙的互動。一次紅毯儀式上，李沁的高跟鞋不小心陷入地毯褶皺，險些失去平衡。龔俊下意識伸手去扶，卻在半空又收了回來，只輕聲問："沒事吧？"那份想靠近又自控的感覺，比任何擁抱都要真。另一回採訪中，主持人問龔俊："你覺得李沁是個怎樣的前輩？"他頓了頓，笑着回答："他不是前輩，是朋友，是值得我學習的人。"那句朋友說得太輕，卻帶着深意。李沁在一旁也笑，眼神柔和，他很貼心，像陽光一樣。雙引號，這一問一答看似平常，卻仿佛暗流湧動，因為他們都知道，有些感情不需要明說。結語：愛情的模樣，愛從來不是一件張揚的事，它可能是一句輕聲的別拍了，是一張被烘捲的便籤，是沙漠夜色中那幾乎聽不見的暗。龔俊與李沁的故事或許沒有官宣，沒有標籤，卻在每個不經意的瞬間，讓人看見愛情最真實的模樣。那不是轟轟烈烈的熱戀，而是細水長流的心意；不是高調炫耀的浪漫，而是藏在眼神裡的溫柔。當風再次吹過橫店的街頭，那個寫着沁姐專屬的橫幅早已被取下，但那份柔軟的情愫卻早已住進了每個觀眾的心裡。在那裡，它不會褪色，不會散場。